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周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虽然说现在市场关注的重点都在美国、以色列、伊朗这个战争，就是地缘政治，但是经济数据对美联储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唯一麻烦的就是现在这个石油啊，油价现在高涨，所以说对美联储考虑继续降息的话，他们还是有疑虑的。现在整体市场预期是2026年还能降一次。有一些国家的央行已经开始，比如说欧盟，他们已经考虑开始要升息了，要加息了，对吧？我们看一下下周美国的那个情况。周一的话，还有一个鲍威尔的讲话，不知道是在哪个场合，具体大家可以查一下。然后周二跟这个有一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还有一个跟就业相关的。周三 ADP 数据，也叫小非农数据，然后还有零售数据，对吧？这还有跟制造业相关的，还有这个原油的这个储备。然后周四跟就业相关的，最重要的当然就在周五了，非农数据，还有这个失业率。所以说下周的数据还是比较多的，呃，可能集中在周五，可能是会出现一个爆发。这是下周要出的这个经济数据。那么，因为现在公司财报，今天也是个时间点，其实，因为这周过去之后，3月份或者说第一个季度就结束了，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点。然后从下周开始，我在周五直播的时候已经做过一个小的预告，因为这个周末开始，欧洲也要进入夏令时了。那么从下周一开始，我的直播就回到之前的11点半开始了，在这里再做一个提醒。那么其他的这个公司，就是要单独出的，那就要等到4月初开始要进入财报季的时候才有财报。现在已经没有公司财报了，或者没有比较重要公司财报了，我们就没有单独列出来。那么主要就看一下，除了先看一下标普，然后看一下现在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或者动能比较强的，或者说我个人平时看的比较多的，因为大家没有在频道里面留言，你可以在频道里面留言，比如说我平时在直播过程中，因为时间比较短，可能有的时候照顾不到，你可以在频道里面留言，然后说周末的时候可不可以分析一下这个，或者说有一些跟缠论相关的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想讨论，我们都可以放到周末里来。这样的话，可以说的比较细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标普的季线图3M，每一根 K 线就是一个季度。在季度图上，其实它的图形比较简单，下面我们就不看了，这下面我们就不看了，主要看这最后这个中枢。这里有一个大中枢，你看这几个节点，我们把这个几个节点的时间都给它标出来。我们可以看下面能够看到时间，这是2000年1月份，就是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第二个高点的位置在07年10月1号，对吧？这些时间节点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一波下跌？在季度图上出现了一笔回落。我们看它这个区间回落了50%，一个腰斩，出现了一个腰斩的行情。那么2000年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个 IT 泡沫、网络泡沫出现了一个50%回调。然后第二次这个07年，那大家10月份也很熟悉了，就是这个次贷危机，对吧？次贷危机也出现了一个50%的回调。然后大的回调就是这里有一次，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点，2022年1月份。2022年1月份有什么大事呢？连疫情的时候，我们看疫情的时候在这里。2020年1月份是疫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跌，只是跌了一个月，当月跌了20%，只是出现了一个20%的回调，所以疫情都没有出现一个50%的回调。那么疫情是2020年，然后这个2022年是什么？2022年1月份是美联储加息，美联储暴力加息，超级速度、超级快的这个速度加息，造成的这个大跌。这个大跌我们看一下它当时的空间，30%，将近30%的一个大跌，这是美联储加息造成的，对吧？2022年那年是不好做的。如果说你深度参与市场的话，就能知道2022年非常难做。但是即使是美联储加息，
们看这个图形跑掉了。即使是美联储加息，也只不过造成了30%的一个下跌。所以说现在，这个2026年第一个季度现在是跌了将近7%了，对吧？如果说也要跌个30%的空间，就不能如果说，因为这次的地缘政治目前看的话，如果说伊朗那个美国快速达成协议的话，想要跌50%，现在看不出迹象来。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有可能会慢慢的阴跌，或者说慢慢往下来，对吧？如果说能够，因为现在川普已经有点厌战了，至于如何收场，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战争如何结束，已经不单单于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还要看以色列是不是想结束，伊朗想不想结束，对吧？这个其实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具体能不能够跌出来30%、50%，我们要继续后期跟踪。但是我们知道这几个时间点，就是说，次贷危机啊、互联网泡沫啊、美联储加息，才出现了相对30%以上的大的跌幅。那么如果说这个事件这次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的话，是想出现30%以上的跌幅是，可能性比较低。现在只能说可能性比较低。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我们已经找到这几个时间点的触发的原因了，我们就看一下它这个结构。那么这一波的上涨呢，是从这个666.79开始的。那么这是一个季度大中枢，季度大中枢，然后就是走的离开段，你就可想而知美国的这个美股的生命力有多强吧。从666.79一直涨到了7000点，一直涨到7000点，这就是一个10倍的一个涨幅啊。你说你不做长线，你是吃不到的呀。为什么说很多时候要长期持股？我们做短线的一些这个差价操作的目的是为了把持仓的成本降下来，对吧？你只有成本够低了，你才拿得住啊。这么大的一个涨幅，这是800%，800%的一个涨幅，你不去长期持有，你拿不住，你是吃不到。所以说美股就是一个熊短牛长，熊市的时候，哎，可能就是半年，撑的话就是长的话，像这个50%的一个回调，对吧？所以说这个你只要你不用杠杆，你也不融资，你也不做这个做空，你只是定投，或者说就是长期挑一些中长线基本面好的股票，然后那个跌下来了我就买一买，涨上多了我就减一减，来回做差价，我成本降得很低之后，我可以放那不管了，对吧？你愿意怎么折腾我无所谓，只要我不亏钱就好。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分析中一定是3个维度选，不要单独纯粹的做短线，对吧？那你就浪费了缠论这么好的一个理论了。它是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那么现在这个大中枢之后，这全是离开呀。现在离开就看它是不是能回来。在季度图上的话，连顶分型还没出现，这里出现顶分型之后，才出现了将近这是3个季度的一个下跌。这里出现顶分型之后就多了，对吧？起码有5个季度的一个下跌。这里就是现在是一个包含关系，现在是一个包含关系。那就看下一个季度能不能够出现再次跌破它其实要跌破这个位置，跌破6521就可以出现顶分型，因为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只要跌破6521.92就会出现季度的顶分型，这就是在季度上。那么下一个季度它也可以是一个包含关系，或者说往上走也可以，那这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战争马上结束了，还是说这个各个公司的财报要出来了，然后发现哎经济还非常好，所以说这是这个我们从图形上来看，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把这个高亮一下，这是在季度图上，那我们还要降低周期，看一下小周期的月线上，也是从666.79来分析，在月线上图上，我们看一下它，我们数一下浪形吧，或者数一下比。这是我根据我自己的认知来画的。你如果说有那个不同的画法的话，也无所谓，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图形你在很多位置，比如说特殊区画线的话，比如说这个位置你画成回撤一笔，或者说这个不够5根你画一笔，也没有太大关系。这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习惯也好，或者说你个人的一个理解也好，没有对错。这里面首先讲没有对错。你画成，你看我这里是一个1、2、3、4、5、6、7，
这是七笔上涨或七浪上涨，对吧？你如果说画的比较细的话，可以是1、2、3、4、5、6、7、8、9，画成9也没有关系，7、9都差不太多嘛，就是一个浪形多一点，它的延续性能好一点而已。所以说没有什么黑白那种，就是说我肯定对你肯定错的这种，就是说不用去较真这个。但是在我们这个模型里面是有2个模型，一个是7浪衰竭，一个是9浪衰竭，就是你涨到7的时候，哎，有可能这个力度就开始不行了，要回来做中枢了，或者说，哎，7的话，你如果说能往上走的话，可能7下来，哎，可以再来个9也可以，对吧？所以就看你这个，它最终怎么选。那目前看的话，其实在我这里是7浪衰竭，如果说这里要回来一次的话，那我们要看它能不能碰到前面这个4818。我们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现在连这个0.382还没够得着呢。我们把这个再添加上一个，把这个0.236和0.786也加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浅的回撤。在月线上的话，它需要到6173才到0.236。虽然说最近这个一段时间跌的挺狠的，尤其这个月的话，现在是跌了7.41%了，看着跌挺狠，但是针对大周期上，它还回撤的还很浅，对吧？回撤的还很浅，到0.6761到6173的话才20%，20%不到，11%才。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浅的回撤。那么，在大周期上，现在看的是很浅。什么时候能够回撤一笔，我们不知道啊。现在是还不够一笔。我们看这个，低点在6789，这是6775，那就是说已经连跌2个月了。现在已经连跌2个月，什么时候再跌出来2个月来，那这个回撤一笔就够一笔了。那就是这个第8笔或第8浪的回撤，那就看它有没有9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利用这个缠论来分析。那我们现在关注重点是什么呢？它也是可以一个中继的顶分型，这个7002这个位置可以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可以变成一个中继之后继续上涨，因为现在回撤不够比，所以说类似一个中阴状态，就是没有方向，它可以往上选，就是下几个月它可以往上选。比如说下个月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然后慢慢爬上去，再次突破7002，那你这个月线顶分型不就变成了一个中继顶分型了吗？这就是前面这个上涨延续啊，对吧？所以说在只要新的这一笔没出现之前，你都不能够排除这种情况，只能说啊，我的可能性可能出现打掉这个顶分型的可能性可能低一点，对吧？但是你也没有100%的概率说哦，这个肯定就这个突破不了。前面这里跌得这么深，这是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的一个20%的一个回调，对吧？20%的一个回调，不是也是上去了吗？这里也是出现顶分型，它也不够一笔呀。你出现一个20%的回调都拉回去了，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预测到它到底能不能够成型的。继续往下看，周线上这个结构我们就已经很熟悉了，3449 A 中枢 B 中枢，但是针对现在 B 中枢A 中枢和 B 中枢高低点，虽然说看着离得挺近，但是没接上，没碰上，还是一个趋势上。那么这个趋势上的话，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第2个中枢，因为针对这个第2个中枢啊，现在还没有出现3买或者3卖，你要么是这次回撤够一笔了，现在已经够一笔了，然后又涨上去了，又再次突破7002，那这就是3买，或者说我跌破这个中枢，然后一个反弹不回去，出现一个3卖，对吧？再或者就拉回到中枢里面来继续震，也可以把它震成9段，也可以，那前面就变成进入段了，之后还可以继续上涨，就这么几种情况。我们利用这个完全分类不测而测的这个方法，找到这个分析方法的目的是找到它的临界点，对吧？什么叫临界点呢？就是说，哎，我现在这里出现底分型了，这就是你的临界条件呢。出现底分型了，又回不到这个中枢，那就有希望是一个3买呀。这就是它的临界点，临界点就是一个底分型。那什么是这个中枢震荡呢？我拉回到中枢里来了，这个中枢上沿就是它的临界点。只要进入到这个中枢里来了，那就是要么就是中枢震荡，或者说再次跌穿它，对吧？这个中枢上沿就是这个临界条件，碰不碰是有区别的。
碰不碰这个临界那个中枢上沿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在这个完全分类的方法之下，你要找到它的临界条件，从一种形态转换成另一种形态，它是有临界点的。你要抓到那个临界点，或者说你一直观察的是那个临界点是否被触发。只要那个临界点被触发了，那就会从一种形态就转换成其他的形态了，那你就要关注了，对不对？它从那个出现底分型了，我就要观察了，那是不是这个底分型只要不能够被跌破，它就有希望涨上去一点，涨上去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都有可能。所以说，但是只要这个底分型不被触发，那它就延续之前的形态，它没有改变。它只要不改变，没有触发那个临界条件的话，你都不需要管。如果说你是在上面做了这个减仓动作的话，你现在想出现底分型加仓，它一直不出现，那你就一直拿着不动，或者说你一直减完仓了，你就一直持有你的空仓，或者说持有你手里面的那个已经作为底仓的那个仓位不动，对吧？直到再次出现底分型，你才可能去考虑动。所以说，临界条件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找到每一种形态转换之间的那个临界点。所以我们不是漫无目的的等，我们不是漫无目的的等，而是我们清晰的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变化，我才需要动。就这个动静之间这个转换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底分型也没出现，是不是要往下延续啊？还是说下周要给我一个包含关系的这个周 K 线？还是说直接能够出现一个底分型？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关注它的小周期啊。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直播的时候经常分析的这个日线。那么这个能不能够结束？简单的在这个周期上看的话，它因为现在是3笔嘛，1、2、3，但是因为这个3不背驰，那你说明它的力度大。那你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那直到它结束的时候，哎，那也要有一个底分型，这就是它的临界条件，就是它可能出现上涨一笔的这个第一个触发，必须要有底分型才能触发它转折。现在连底分型都没有，那你没有底分型，你能做的，你要么就是继续持有你这个上面已经减过仓的这个底仓，要么就在这个小周期去做空它，要么就是每次反弹的时候你去减仓。你能做的这些只有这些，那你要做多加仓的话，你只能做很小周期的，比如它也有反弹，对吧？它也不是一点反弹都没有，这也有反弹，这也有反弹，但这些反弹只是日线以下周期的这个反弹。你如果说你在下面这个位置买了，你这里买了，然后有反弹你没减，那你都会被套在里面，越套越深，相当于。所以说一定要确定好你要交易的周期，这是非常关键的。你要交易的周期，如果说日线是你的交易周期的话，那么你在这个位置进的肯定不是日线的这个周期的仓位，而是更小周期的。小周期出现了那个卖点了，你没卖，那这就有问题了，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定好你的交易周期，然后根据你定好的这个交易周期来配置仓位。那么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关注的就是最后这一笔，看一下它的内部。那么这个起跌点是从这个6952下来的，这个我们在平时直播的时候说过几次，但是就是说它之前没有生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跟的比较少。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结构，从6952一个中枢、两个中枢。我在周五直播的时候说过，这个第二个中枢我取的是一个次高点，而没取这个前面这个高点。6651这个高点比6633这个高，但是它这一笔不够一笔，所以我取的是次高点。这个就是缠论的多异性，你可以利用这个缠论的多异性来划分，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对吧？那么现在 A 中枢、B 中枢有了，但是它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一个升级扩张的大中枢，现在是走的这个扩张中枢的离开，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 A 撇中枢，现在是走这个小 B 段。那么单看最后这个中枢，就是任何一个周期，你先找到你现在所处价格离它最近的最后一个中枢，那么这个 B 中枢就是离它最近的。那么针对这个 B 中枢的话，它可以是进入段，可以是这个的离开段，就是这个现在在进行这个小 B 段。那么我们又利用这个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内部，看一下它30分钟上一笔，15分钟上。
这里是有一个1、2，然后就是一个3了。我们看5分钟上，5分钟上的话结构比较清晰一点。从6633下来 ，A 中枢，B 中枢，然后看这个5分钟它2个中枢的连接，1、2、3、4、5、6、7，其实是走一个7浪之后才出现的第2次反弹。那么这个反弹我们刚好是在周5直播的时候在这里，直播快结束的时候，周5直播快结束的时候刚好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当时你要出现2中枢之后要观察它，这是 A 中枢。这是 B 中枢，对吧？出现2中枢之后，什么时候能够尝试做多呢？就是你起码要么是，哎，我出现了 B 中枢之后，然后能够突上去，就在这个中枢之上，在小周期上你就不要去套用什么那个模型了，在小周期5分钟或者1分钟以下的周期，我们要看它的动能转换，多空动能的转换要出现强势表达的时候才能进。只有说，比如说我这里有中枢了。这里震出一个中枢，这是低点的话，那么这每一个回落，我们之前说，这每次的回落你可以去尝试做多，因为它都是2买，因为它可以出现一个不背驰的离开，这个时候就确认了，现在出现动能转换了，你可以从这里断开它，然后它可以在这里面再次生长出第2个来，对吧？是这样的，每一个2买去买，但是这里是要有止损的，前面这个1买是你的一个止损位置。防止它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甚至是直接就下去也可以。就是说，这一个1、2、3、4、5、6、7直接下去，那你要是不止损的话，那它可以走得很远，在下面做中枢的。所以说，在这些2买进场的时候，你是要带止损的。然后，如果说上去力度弱了，你这个在5分钟上这只能做日内交易啊。你这个上去力度弱了要减的，什么时候不减？就这个特别强的时候你才不减，甚至是第2天。比如说这个位置你进了，这个位置你进了，然后这个是比如收盘前出现这么个位置，你也要进。你要么是开盘之后，哎，给你个大的跳空缺口，直接上去了，或者说是这个往下一个跳空缺口，那你也要止损。往上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不背驰的一个上涨，对吧？这个时候每次再回落的时候，还可以再重复前面的操作，因为它还可以再往上走，生长出这一段来。所以说这是出现中枢的情况。这是出现震出中枢。还有一种就是，我现在上面是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但是到这里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个1、2、3、4、5、6、7，一个7，什么时候可以不出现中枢呢？就这个上要厉害，这个特别强，然后直接突破了这个类中枢，然后给你一个你这个上去的时候，如果说是在日内出现的话，你能够很快发现它；如果说在第2天的话，那会给你一个跳空缺口，比如说带一个跳空缺口直接上去。后期要关注它的回落，它的回落最强的是不回到这个类中枢里来，给你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买点，然后往上走。相对次的话就会进到这个中枢里来，那就会给你个2买。最差的是，即使带一个跳空缺口，也不保证它一定不能够再次跌破这个呀。它如果说带跳空缺口了，在这个上面往上走了一段，然后这又下来了，说明它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这里又做了一个中枢，只不过这个中枢的这个高点，或者说围绕这个中枢的这个震荡，它是一个类似一个楔形，或者说一个喇叭口这么一个那个状态，对吧？就是说，即使带跳空缺口的，也不保证一定往上走的，一定要看它的之后的回落，对吧？前面这里其实是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个位置，看这里，现在看的周期是5分钟，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或者类中枢。那么这个就是带一个跳空缺口上去了，那这个的就是它没回来，没有再次跌破这个下面这个低点，没有再次跌破6473，对吧？这是冲上去了，力度表达出来了，然后你每次的回落是要买它的，去做它的2买，然后它又上去了，但是呢，它什么时候又不行了呢？它跑了上去之后又回来，又到这个位置又不行了，但是它这里又做了中枢，有新的中枢出现了，你就要去重新再分析。所以说，在这些位置你去做小周期的买，去买它的2买，就是这个日内啊，你做它的2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它出现在这个中枢下方移动的时候，出现3卖的时候，你就要么把这个5分钟进去的这些，要么首先止损掉，要么就是把你这个5分钟进场的全部割掉。
或者说止损掉，或者说在冲高的时候减掉，对吧？所以说小周期一定不能在它的中枢下方有这个出现这种 K 线，一旦出现的话，那就是一个弱势。就对多头来讲，你只能在这个中枢内部或者说之上，内部都是偏弱的，在这个之上面有结构，你才能够大胆的去买回落。在这个中枢内部要小心一点，仓位要小一点，要谨慎一点，要带止损一点。如果说在上方的话，那就可以大胆一点，只要不回到这个中枢里来，那就有希望往上走，因为它是强啊，对吧？什么叫强啊？中枢的上下位置，只要有了中枢了，那么这个 K 线现在的价格在它的这个是在上方有那个现在的价格是在这个中枢的上方，还是在中枢的内部，还是在中枢下方，都代表了不同的多空强弱。所以你只有根据这个中枢的位置，就能判断出来你现在可以，所以就是可能进行的操作了。这是我们利用小周期来这个动能转换来找这个进入的那个位置，这个其实非常关键。如果说你套用这个模型的话，那你就不好弄了。为啥呢？如果说用模型的话，哎，我已经2个中枢了，现在又走 C 了，这都很饱满了呀。套用模型的话，这里应该是一个结束的 C 段，但是它可以不转折的。它现在虽然说在5分钟上已经有2个中枢，它可以继续往下生长，出现3个、4个都可以，只是说2个中枢大概率结束。但是如果说你要套用2中枢大概率结束，那我这个仓位非常重的进去了，然后它可以一直横在这里，对吧？所以说小周期上，只有你要做多的话，一定是多头出现了表现出来了，表现出多头是不需要你猜，也不需要你预测的，它只要出现了你就能看到，不出现那就是空头没有表达，那你就不能做多。所以说这个思维，我想特别想跟大家传递到你们那里，不是任何的位置都能进，或者说没有触发这个条件的时候你就不能进。好了，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说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呢？谨慎操作。那么如果说你也分析不了那么细，然后也不太懂，那你怎么做？就是把周期提高，把你的操作周期提高。比如说日线以上，它只要不出现底分型，你就不动；只要没有底分型出现，你就不动就完了嘛。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把你的手捆起来，你就没有办法交易，你没有依据交易。很多人交易就是随意，这过度交易，什么位置都想交易，没有那个信号也想交易，那你不亏损，你找谁去呢？对不对？所以说，把周期提高，变相的其实是一种保护。好的，这是针对指数。我们再简单的、快速的看一下其他的，先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在日线上，之前这个位置是出现过一次尝试反弹的，这里是回撤高一笔了，这里出现过一点反弹，但是没提上去，当时也在这个日线的这个 MACD 零轴这里，当时啊没上去，反而出现了一个相对不好的消息，就针对这个稳定币那面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出现了带动了比特币跟着2天下跌。这2天下跌主要是稳定币那边的一个消息刺激，具体消息大家可以查一下。但是现在这个结构的话，现在是相对变弱了。如果说这里能够出现一个回落，然后起来的话，那起码还能够看看离开段能不能够出现不背驰啊，甚至出现等比例往上冲一冲，比如到200天呢、120天都有可能。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稳定币带着这个虚拟币比特币往下走了，现在这个下跌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底分型也没出来。但是呢，现在也跌幅也没有那么快，对吧？现在起码还有这么一个中枢，或者说潜在的这有个中枢，只要不出现快速往下走，再次跌破前面这个6万这个位置，所以说偏弱，整体偏弱。所以说这个首先不要上那个合约呀，不要上杠杆，就用 ETF，长期拿着，仓位也不要太重。但是目前这个是已经相对一个偏低的位置了，对吧？所以说你只要能扛得住的话，或者说长期看好它的话，它还是有希望起来的。但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政府那边现在对它的一些regulation 更好的利好它的没出来，就是针对这个比特币。好的，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上周我们做复盘的时候说过，美元指数现在正好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100。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周线有一个这么一个大中枢，有这么一个大中枢在这里。那么这个100其实是个心理关口，整数100又是这个，又是整数，又是这么一个区间上沿儿，对吧？箱体上沿儿、区间上沿儿，又是这么个位置。呃，但是呢，美国政府也好，川普也好，他们希望的是一个弱势美元，因为美元弱的话，有利于出口啊。他们是希望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美元贬值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你这个美元继续往上涨，我觉得能涨到102，也就是它的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就是说类似一个极限了。如果再往上涨，他是不希望美元继续往上涨的，尤其他的任期还有3年呢，对不对？所以说，他如果说能够不再继续往上涨的话，就说如果说他在这个大中枢震荡的话，那么对那些大宗商品，像黄金、白银呢来说都是利好。所以说，虽然说现在因为它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造成它上涨一大波，但是我个人觉得往上冲120、200就是极限了，也就是到120、102、103，这就是它的极限。你想它突不到上面来，我个人看目前看不到这种刺激，除非是这个伊朗这个事件地缘政治恶化，对吧？可能形成第3次世界大战，那可能真就是上去了。但是目前看不到，因为现在川普在极力的这个在灭火嘛，而不是火上浇油，所以说，之后我们需要继续跟踪。这是针对这个美元指数，我们再看一下个股，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周五的话是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在上周我们做复盘的时候说过英伟达，其实我当时就是说个人倾向它要跌出周线的一笔来，那么确实是这么走。我倒不是在这儿说吹嘘怎么样，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应该在这个位置，它确实是弹了一下之后再下来的。但是我们当时是看当时的这个日线已经在0轴以下了，我就不太看好。那么在本周的话是上涨了3天，跌了2天，它周线上是跌出一笔来了，周线上是回落勾一笔了。现在这个勾一笔从197到167，这个是勾一笔的。然后从最高点212.19，这是三段了，也就是说在月线上勾一笔了。我们把月线上这个小结构给它画出来，大概画一下。所以说这个月线上现在是这么个结构啊。当然了，这个前面这个也是一个特殊处理。这个相对的高点在153.13，是这根 K 线，次高点在152.89，对吧？我是用的次高点在这里画的这个月线的一笔回落，这是在这里说一下。那么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本月的最低点167.01是跌破了这个159.55的，我们把这个区间给它去掉，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月线上已经回撤高一笔了，所以说周线上我可以断开看了，周线上我可以只关注这个212.19右侧的这些。好的，那么现在212.19右侧这些怎么演变？我们看现在已经3段了，对吧？等比例在哪儿？154.99，也就是155，155是它等比例的位置。那么现在这个 MACD 快到0轴了，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快到0轴了。如果说继续往下走的话，那就深了，那就是可能去120周这里了。120周在134.18，134.18，130附近吧。130刚好也是这个1.618的位置。如果说就是深的话，就可能到130了，这就是需要注意这个155这个关键的位置。所以说现在这个是，虽然说够一笔，但是还不知道能不能够停得下来。看一下它的周期，小周期，日线197.63这个下跌呢，在日线上我们看一下裸 K 的话，现在是已经跌破了120天、200天都跌破了。那么前面这里是，我们看再往前有没有一些更多的，就是再往前一点，这里你看它这里能够看到清晰的看到120天是一个生命线，120天，这就是它120天的过程。跌破了之后就在下面挺长时间在下面，
然后现在又跌破了，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迹象要掉头，而且这个 MACD 已经扎下去很深了，对吧？都很偏空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在日线上，我们来继续观察，更细的观察这个197右侧这个，在日线上啊，你可以当成3笔，1、2、3，或者说当成1笔，就看你的精细度，因为这个第一笔它不够，按照定义的话，它只有3根，它不够这个定义，所以说这个反弹是够的。但是如果说你当成3笔的话，那就有3段，我们可以这个利用这个扩展器测一下它的这个位置。哎，有了一个位置，165.89，165.89是这个第3段跟前面这个第一段一个等比例的位置，这也是一个可以在技术上看的一个我们需要衡量它的这个力度的一个位置165。所以说就看下周，看它能不能够在165这个附近上下，不能离太远，稳得住，稳得住。只要165能稳得住的话，就给我们一次反弹，那这个反弹就关键了。如果说这个反弹能够回来的话，看它能不能够升到这个位置，大概这个位置有一个中枢，看它是不是要继续下去。那你要抓住这次反弹给你的这个减仓的机会啊，因为它再次下就走离开了，走小 B 段了，这是这个力度强的。它也可以是这样，我这个反弹，比如说跌破165，然后给你一个很弱的反弹，碰不到前面这个，那就会出现5段的，可能要去150了，要去1.118这个位置了。那就是出现这个5的时候，你才能进。就是这种弱的反弹出现的时候，也要减，可能就没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碰到有中枢的这个位置好，但是也要做，因为你不做的话，那就可以这个位置才可能再给你机会加。上面这个位置你要不减的话，这里你不减，下面你再加，那你的仓位就重了呀，相当于你的配置有问题的。所以说这种反弹也要减仓，或者说你去做空它，有能力可以去做空，对吧？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比较，之前是比较热门的一些 Palantir，Palantir 也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周线这个日线上出现了一个小高点162.44，162.44。Palantir 其实是受益于这个伊朗战争的，因为它的一些产品是被军方在使用它的东西，对吧？它一直有军工概念，还有 AI 概念，所以说它之前是受益于这个那个打仗的军工概念嘛。但是最近也是跟着下跌了，而且它在技术上出现了一个位置，就是这个162.44。这个162.44从126.23上涨的话，它正好3段，123，然后刚好出了一个小高点，然后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然后这个162.44在周线上刚好是一笔反弹。你看周线，我们从周线上它的起涨点是在这里16.14，16.14是一个什么状态？1、2、3、4、5、6、7，刚好是一个7浪反弹。然后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对吧？所以说这个反弹到162.44在技术上是有含义的，它可以是这个反弹就结束了，可以走再往下来了。那你这样的话就要再次跌破162.23，或者说不跌破给一个2买，再弹一次再跌破，就做一个中枢再下也可以。所以说这就是需要注意了，不管怎么讲的话，都要先下来一次，可以不跌破这个，先给个2买上去，然后再下，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可能要走向下的这个结构了，因为它跌得太快。之所以这么判断的原因，因为是这几天跌得太快了，从162跌到现在这个价格，跌了13%了，这是一个快速下杀。所以说，一旦速度上来的话，那它的结构是结构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1小时一笔，30分钟。可以是一个123，也可以是我们看啊，因为这个第一笔是不够，严格定义是不够的，所以说你可以当成，因为它这个2脉比较明显嘛，1、2、3、4、5，可以大概这么画。但是呢，更精确的就是15分钟了，15分钟肯定是都够的。所以说在15分钟上是一个小浪形的往下杀，1、2、3、4、5、6、7，15分钟杀了一个7浪，对吧？就是在15分钟、5分钟、1分钟，你如果发现都是一种浪形结构往下走的话，就说明它的动能是特别强的。这种动能特别强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够去做逆势交易，就是你不能够做
多交易，因为它的空头动能太强了，你就只能顺着它来。每次反弹的时候，我减仓，你甚至可以去做空它。每次反弹你做空它，你如果说发现这个情况，什么位置可以进，就这个位置，比如说，哎，这个位置你先减，然后再上去，这个位置你可以去空它。因为第二个位置，这个位置你去减仓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不是要再次起来，但是它出现到1、2、3、4的位置很强的时候，肯定要给你个5的。所以说你这个位置，因为它尤其在不背驰，我们现在可以测一下这段背不背驰。如果说不背驰的话，那可能空的要更狠一点了。15分钟大概是这个结构。我们现在测一下这个3和1有没有背驰。如果说3不背驰的话，哎，刚好是一个等比例啊，149.55刚好是个等比例的位置出现一笔反弹，对吧？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适当反弹。如果说3不背驰的情况下，当然了，它是一个等比例状态，给了一个很弱的反弹，就是我说的，如果说3不背驰的话，那这个4浪反弹我一般是不做的。但是它在等比例的位置，你可以这个适度参与，适量参与，因为它是可以一个强的反弹的。但是这里就只是一个非常弱的反弹，4反弹没碰到，又下去了，对吧？所以说，你发现这种情况，它反弹很弱的时候，你是可以进场参与它做空的。当然，它这个周期是比较小的。在这个周期上，这个是跌了6%，那这种短线的利润也很丰厚了。如果说你能够拿得住，然后能够分析得到的话，胆子又大一点的话，是可以这么做的。所以说，这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但是不论怎么讲吧，我们会发现这个结构是已经我们非常熟悉的结构。你非常熟悉的结构，你可能放到不同的周期上来的时候操作的时候，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仓位。你在15分钟上配置多少仓位？你在如果说这个图形是日线或者说周线，你配置的仓位那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一定是级别越小，你的仓位越小，而不是说我的级别越小，我仓位越大，你这相当于错配了，那你这样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小周期你只能配一点小仓位来试一下单，试一试，赚了哎也好，亏了的话也不至于这个对你的整体账户出现一个大的亏损。很多人是又不懂，然后又喜欢重仓干，然后呢级别又特别小，又是日内交易，对吧？去看什么1分钟、5分钟的这种图形，然后仓位可重了，在那里又是杠杆又这那的，那你这一旦给你一个，这个5%以上的一个回撤，那你这个对整体的那个账户损害，或者对你的心理，尤其是心理上的打击，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一定不能错配你的仓位。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Palantir，我们再快速的讲几个，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因为这个 SpaceX 马上现在市场在炒作，它要快上市了，已经申请这个 IPO 了嘛。因为这个特斯拉好像是也对这个在 SpaceX 里面好像也占一些股份。不论怎么讲吧，反正都是马斯克在那儿，做他的事，在他做的这个资本运作，呃，对特斯拉的这个冲击之后是好还是坏，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冲击的。那么现在图形上我们看一下特斯拉，这是周线上从这个214.25是1比上1比下，现在已经到了0.5的位置了。现在底分型一直都没出来，底分型一直都没出来。尝试过出现底分型都被打掉了，已经是尝试过2次了，前面一次这里尝试过，第2次都被干掉了。现在看能不能够再次出现底分型，对吧？如果说再往下走的话就深了，再往下走可能就要去120周了，就跌到0.018这个位置，到0.018基本上就到120周了，那就深了，就到300附近了，对吧？那这个 MACD 可能就要下到0周以下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看它在这个位置附近能不能够企稳，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498下来的话是3段，我们可以测一下这3段。目测的话是第3段是短的，对吧？现在是0.618，再到等比例在325呢。那325又离300很近了，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周线上那个120周的位置。所以说，就看这一段什么时候。虽然说你看它下面这个 MACD，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收平，收平不代表涨啊，它就阴跌，类似一个阴跌状态，对吧？
，MACD 是在下面横在下面，它不动。所以说，金叉死叉没有用。很多人说这个交叉了，要金叉没有用啊，必须要张口，张口快慢线张口向上才有可能出现力度，对吧？所以说光看金叉死叉没有用，要看前面这种，看这个 MACD 交叉了，然后快慢线快速张口，才有可能有出现这一波大涨。所以说光交叉上没有用的。那么现在就看这一笔什么时候结束。那这个内部我们之前也分析过，1小时这里有一个大中枢，但是呢，这个中枢是超过9段的，这是一个1、2、3、4、5、6、7、8、9、10段。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高点，哦，这个高点的话在这里，没有前面的高。你如果说是1、2、3、4、5、6、7、8、9。如果说这个高点不算的话，那就是9到这里了，就是1、2、3、4、5、6、7，只有7笔。那7笔的话就没有升级，对吧？那么7笔的话，那就这里给了一个3脉，3脉在这里，就这个是没有升级的中枢，然后又出现一个下跌，所以说它的起跌点在这里呢，起跌点在这里，416是它的起跌点，就是1笔就到这里了，然后这样的话是一个1、2、3。我们之所以这么测的原因是要看这个离开段有没有背驰。等比例344在等比例，现在是在0.618附近，对吧？但是 MACD 的话也得是走得非常深，柱子的面积没有明显的缩短。虽然说这个空间没有那么大，但是下面的 MACD 表达的话并没有很强，就是没有很强的往上拉的力度。所以说要看这里下周是不是要先弹一次再下，先弹一次的话就是这里又做中枢了。A 中枢、B 中枢，又一个扩张大中枢，看它是不是往下走。只有什么特别强的，就这样上去了，然后一个回撤，哎，这样给个2买，你可以做这个2买。然后如果说出现不背驰的话，就可以多拿一拿。如果说给了一个2买了，然后上去了，然后又背驰，其实还是在这里做中枢，还可以往下走的，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是否延续它的强势表达。如果说出现一旦弱了，那你就赶紧先跑。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我们再看还有哪些我们平时大家提问比较多的，看一下谷歌。谷歌的话，它在日线上其实是出现过，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尝试反弹，但是没起来。但是周线上看一下，周线上谷歌的话是在这里个83是它的起涨，这都是进入段，然后做了一个 A 中枢，然后开始走离开段 B 中枢。那么现在这个回撤也够一笔了，看一下回撤到哪里了。现在是到了0.382了，我们把其他的先清一下，把这个只留3根，只留3个位置。现在快到0.382了，对吧？到0.382之后，看看有没有底分型啊。现在还在0轴以上 MACD，然后看一下从350下来这一笔，在日线上是个什么结构？日线上3笔，之前这个位置正好是在120天，看裸 K。120天这里是尝试过反弹，但是这个反弹不够一笔。如果说这里能成型的话，起来的话，那就牛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123，然后开始走反向，就是说前面这个123是构成周线的一笔回落，啊，这里看到能够出现周线的一笔上涨，因为这个是一个3买啊，周线上是一个3买。如果说能够回来不进入这个的话，是一个3买，还可以继续上涨，继续向上。现在就看它要走复杂了，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是一个1、2、3段了，我们先测一下这个1、2、3段，这个3有没有背驰？看着的话，3好像有点等比例的位置，目测是类似这么一个位置。哦，还没到，等比例在266，266是这个3的等比例。那么266刚好又是一个200天的位置，看到没有？200天刚好在266附近。那么现在看的话，如果说要往下踩的话，就要踩到200天这个位置。所以说你要想进去做多的话，就等一等。等它踩到200天的附近的时候，也就是等比例附近的时候，可以进场搏一下。搏什么呢？就是搏这个4的反弹，1、2、3、4，搏这一笔反弹。如果说这个强，当然没有问题了。如果说弱的话，你也要先减，然后再做5，对吧？对这种基本面，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对所有的公司都有影响啊，除了对石油是一个利好，
对其他所有的公司都有影响。那么它的基本面好，我这是敢做的。之所以我们要敢买的原因，就是从基本面比价关系我已经选完了，我能够承受它从这个位置再跌，打个比方再跌50%，我也没有问题，因为短期跌50%，我能扛得住，对它的信息，对它的基本面还有信心，我是敢买的，对吧？不是说我不敢买也不敢卖，我到了位置，这个到位置了我都不敢买，那有反弹也跟你没关系。基本面大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话，你就要敢买，对吧？敢于做这个短线，或者说做这种反弹操作。所以说，一定是在你前提是你从基本面选好的股票，一定是选的基本面很过硬的，不能是什么高管那个在这个有一些犯罪的，比如说向中国投运一些东西啊，或者说他们那个会计这个财报出不来啊，不能有这些丑闻。sorry，不能有这些丑闻的情况下，你才能敢这么做，对吧？所以说也要分情况，但是到了位置，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那要敢于去做它的反弹。好的，这是针对这个谷歌要盯着这些位置。那么我们再看一个 ARM，这个 ARM 也是我们之前在直播中有很多朋友问。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最近出现了一波大涨。那主要原因就是它也要，因为它之前只是卖这个专利的，卖 IP，对吧？它是一个设计的一个芯片设计公司，卖它的 IP，卖它的这个专利。那么最近这个新闻，他说他要这个，就是这个大涨，在3月25号涨了16%，他是要自己要下场做芯片了，做这个 CPU 了，所以说造成了一个大涨，市场比较看好它。我们看图形上，图形上我们之前一直这个说它是在一个第9笔，这是进入段，1、2、3、4、5、6、7、8、9，刚好是在一个9，所以说。我们当时朋友问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对吧？我们当时就说了，就是要么就是中枢震荡嘛，对吧？那么，这个位置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166.69，刚好在这个上沿这上面。所以说，你如果说按照中枢震荡操作的话，你到了164这个位置也可以卖了呀，对不对？所以说你完全可以卖在基本上卖在这个尖尖上，卖在这个尖尖上。那我们现在关注就是它这里 MACD 一定要继续张口往上冲，才有可能冲得上去。这是我们现在要关注重点，就是它的内部一定不能够，特别纠结的往上走是不行的，必须要以浪形的模式往上冲。什么是浪形的模式呢？我们看这个，从100这个位置是3段，1、2、3，然后这个3冲的位置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1.618在166.64，它最高点在166.69，是不是看着图形做的，对吧？这帮主力也是盯着图形做的呀。到了这个位置上不去了，那么现在是出现了一个顶分型又下来了，那么就看它这笔回落了，这笔的回落1、2、3的4，看它能到哪个位置，最好是不要碰到前面这个高点，这是134，对吧？最好不要碰到它，不要碰到它的话，就这是强啊，这就是以浪形的模式回来了，然后继续走5，然后再回来做中枢，然后再上再做第二个，对吧？这才有可能脱离这个下面这个大中枢。如果说你回来了，然后又踩到120天，在这里做中枢，那就需要这个离开要非常强了，也行吧。如果说这个离开能有一个很强的力度的话，但是最怕的就是，哎呀回来了，然后又开始在这里横着做中枢，那就时间就长了，对吧？所以就看他这一笔的一个怎么选择，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分析到这里了，再见。